申锦书，你一个庶女配不上我赵家大少爷，今日这婚我不娶了。一个庶女还想高攀赵家，如今被当众退婚，真是自取其辱。锦书，你爹，别急。这人倒是生了一副好皮囊，可惜满堂宾客就他一个在啃鸡腿。那不是陆傻乐吗？这种场合他也敢来蹭吃蹭喝？陆家3代单传的独苗，扬州城头号废柴，斗鸡走狗智手样样精通，圣贤书一本没读过。他爹妈留下的家业败了大半，外头还欠了一屁股烂债呢。人赠外号陆傻乐，还真没叫错。你，我？对，就是你，娶不娶？娶，白捡个媳妇儿，凭啥不娶？陆怀瑾，你一个废柴顽固也配跟我抢？赵大少爷，是你自己退的婚，我这是捡漏，捡漏你都不懂。上回斗鸡场，你家那只常胜将军怎么输给我家秃毛的？就是你眼力不行，好的你不要，赖的当你比，这毛病得改。都给我住口！陆怀瑾，你得意什么？你陆家那个烂摊子欠了满城的债，嫁给你那是往火坑里跳。说完了吗？你欠了多少？也没多少。多少？800两。800两够一户人家吃上3辈子。行，拜堂。奏乐！你们给我等着！媳妇儿，我来了。媳妇儿，坐。陆家名下庄子2座，城西那座荒废3年，田农跑了大半，去年收成折银不足10两。城外那座稍微好些，但田契押给了钱庄，再有半年到期。铺子3间，绸缎庄连亏2年，库存积压，还欠着脂坊尾款。当铺去年冬天走水，货架子烧了一半，至今没钱修缮。粮铺倒是在经营，但进的都是陈粮，老主顾跑得差不多了。外债总计800两，其中300两是城东龙盛钱庄的，月息3分，下个月到期。另外500两零零碎碎欠着各家的账，债主多，隔3差5就有人上门。明日饮食3刻起床，卯时到庄子，先把城西那座荒地的排水沟挖通了，再等等，媳妇儿，那会儿天还黑着，所以呢？我是说，这800两也不是一天欠下的，还也不急在这1-2天。咱刚成亲，你好歹让我还我。你刚才在喜台上不是挺能说的吗？白捡个媳妇儿？没，绝对没有。我是说，媳妇儿，你知不知道，你刚才拿刀的样子特别好看。画押。你什么时候写的？你喝酒的时候。800两而已，你相公我还得起。睡了。明儿还要种地呢，媳妇儿你也早点歇着，别老看那账本了，看多了眼睛疼。你瞧见没有？今儿那出，陆家那堆烂账，他后半辈子就搭进去了。可不是嘛，沈家那几个婶子走的时候笑了一路。800两不多，我倒是要看看陆家这潭死水能翻出多大的浪。一个庶女也配学人经商？赵大少爷，你退掉的这桩婚，将来怕是整个扬州城都替你后悔。媳妇儿，茶没了，再给我倒一碗。3天清完半年的积货，太快了。快还不好吗？老刘，账上还有多少银子？这几日收进来60多两，拢共不到70两。全拿出来，带人去东市，把所有的散布全买回来，南市北市也别落下。少夫人，咱是布庄，卖的是绸缎棉麻，散布那东西粗，卖不上价。3日内必有大雨。不就是有点多云吗？都3年没下雨了。你们2个跟我走。听说了吗？陆家那点家底儿都去买散布了。不知道买那么多散布干什么？要改行了。老刘，你家这位少夫人是钱多烧得慌？呸！大晴天买散布，是打算当被子盖啊？陆家那点家点谁不知道？好不容易赚了几十两，不想着补货去买散布。人家可是沈家出来的小姐，读过书的，会算账，说不定人家能掐会算，知道老天爷要下雨呢。笑吧，等雨落下来，看谁还笑得出来。70两银子，若赌错了，狮子多了不愁；若赌对了，
哟，还真买回来了，这么多伞布，够全扬州城用3年了吧？3年，扬州城3年不下雨，这些布正好留着当柴烧。你们，老刘，关门。伙计们搭把手。少奶奶，拢共62两银子的货，全扬州的伞布能买的都在这儿了。够。少夫人，这62两可是咱账上最后的活钱了。绸缎庄补货伙计工资，下个月钱庄那笔到期的。我知道，明日开始铺子里的人轮班歇，不用上工。啊，那要是有人来买布？下雨了，下得挺大，那明天不用浇地了。啊，这人，大雨天惦记的第一件事是不用浇地。陆家绸缎庄，听说他们3天前囤了一大车。快开门！我要3匹伞布，家里漏的跟筛子似的。我要5匹，摊子上的棚子都塌了，3天没开张了。排队。少夫人，定价多少？隔壁铺子前儿卖断了货，最后1匹2两银子出掉的。4两1匹。4两1匹，老百姓哪儿掏得起？全扬州只有我这一家有伞布，雨还在下，你觉得他们买不买？伞布4两银子1匹。4两？你怎么不去抢？3天前隔壁才卖2两。就是，这也太黑了。4两1匹，我看你卖给谁去？4两就4两，家里老的小的都淋着呢。老刘，给他拿。我要，我也来1匹。等等，我也要，给我留1匹。排队。我排着呢，我是第一个来的。您刚才不是说要看看卖给谁吗？现在知道了。4两1匹，全卖了。少夫人，这一趟赚了多少？还完龙盛钱庄下个月到期的300两，还剩46两。300两！少夫人您真是……那个，陆少夫人，您下回要是还囤什么货，能不能提前跟我说一声？我说了3日内有大雨，你不信？人家少夫人3天前就说要下大雨，当时我还笑话她，这哪笑话人家？这他娘的是笑话我自己。明天去钱庄，先把那300两还了，剩下的银子去城西看看庄子。好嘞。不过城西那片荒地有啥好看的？连庄稼都种不活。地契上写着，那里有处地冒热水，冬天冒热水的荒地，你觉得值不值钱？听说我媳妇儿今天把全扬州城的人都得罪光了。4两1匹，不买就淋着。公平买卖谈不上得罪。4两1匹，你比斗鸡场那些庄稼还黑。你心疼他们？我心疼你。淋了3天雨，回来也不知道先擦干。你要是病倒了，咱家那些债谁还？我可不会打算盘。我自己来。别动。你相公我虽然不会算账，但擦头发这种活还是能干明白的。300两，3天，你把陆家最大的一个窟窿填上了。我欠了3年，没还上1文钱。你来了3天，怎么，感动了？感动的不得了，所以给你煮了姜汤。你先别打岔，头发还没擦干。陆怀瑾，开门！欠老子的银子拖了3个月，你倒是躲得自在。找你的。欠了多少？20两。陆怀瑾呢？叫他出来！欠债不还，躲在家里装死，算什么男人？赵兄，早啊，吃了没？少给我嬉皮笑脸！20两银子，今天拿不出来，老子就搬你家东西，桌子、椅子、柜子，有什么搬什么。20两，连本带利。是，本金18两，3个月利息2两，一共20两。什么时候欠的？去年冬天，那时候斗鸡输了，手头紧，就找他借了点。斗鸡。这谁呀？我媳妇儿。你什么时候娶的媳妇儿？就前几天，你没来吃席，
可惜了。10两一锭，2锭正好20两。没想到陆怀静这个废物还能娶到个讲道理的媳妇儿，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，可惜了。20两，记在账上了，从你零花里头扣。我零花1个月才1两，那就扣20个月。行，20个月就20个月。不过媳妇儿，你给钱的时候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？好歹让债主走远了说，是陆怀姐还了赵大武的账，别让整条街都知道是我媳妇儿掏的钱。面子值多少钱？不值钱。那就别要了。行吧，不要了，反正我媳妇儿能挣。走吧，不是说今天去城西？媳妇儿，咱商量个事儿，以后出门能不能给我换匹马？驴怎么了？驴没问题，问题是别人都骑马，我骑驴，街上的小孩都笑我。你斗鸡输钱的时候怎么不怕人笑？那不一样，斗鸡输钱是我自己的事，骑驴丢脸是你相公我的脸。那你别骑了，下来走。骑，驴挺好的，稳当不颠，比马舒服。少夫人，您看，就这片地，全是碎石，草都长不好，种庄稼根本不成。老东家在的时候试过种麦子，收成还不如别人1半，后来就荒着了，再没人管过。老刘，找个锄头来。这是热的。地契上写着，这里有一处泉眼，常年不动。把这些杂草除了，碎石搬走，从泉眼开始往外搭棚子，棚子不用太高，能遮风就行。棚顶用油布。我这就去叫人，把庄子里剩下的店民都叫来，今天就开始清地。陆少夫人，您也要买菜种？不过您来的不巧，这都入冬了，种子早就下了地，谁家还买种子啊？铺子里剩的都是些陈年旧货，您要是不嫌弃，我全要。菠菜、白菜、韭菜、小葱，凡是绿叶菜的种子，不管新的陈的，有多少要多少。陆少夫人，咱可说好了，这些都是去年的陈种，能不能发芽我可不敢保证。您买回去要是种不出来，可不能来找我退钱。多少银子？这些陈种本来也不值钱，堆在库里占地方，您给2两银子，全拿走。当家的出来看新鲜，陆家那个傻完路娶了个傻媳妇儿，大冬天买菜种，说要种菜，这俩傻子凑一对儿，可真是天造地设。笑吧，等青菜长出来的时候，你怕是笑不出来了。这又是干什么？陆家又卖散布了？卖青菜，水浓水嫩的小青菜，10两银子一盘，唰了就没了。少夫人，上个月您说冬天种菜的时候，我心里也犯过嘀咕，只是没敢说出来。现在呢？现在我觉得老东家在天有灵，一定是把您送到陆家来的。这哪是什么败家娘们儿，这是我陆家的镇宅之宝。10两一盘，限量20盘，后面的别排了，今儿的没了。辰时就来了，拢共就20盘，够谁抢？卯时就到了门口，前面已排了10几个。老刘，请2位婶子进来。这菜温泉水浇的，棚子搭了30天。你说温泉就温泉？老刘，给这位婶子送1颗，不要钱。这怎么好意思？拿回去尝尝，好吃，下回来排队便是。那多谢陆少夫人。我就说陆家少夫人会做生意，上回散步也是她。又想什么坏主意呢？180两，够在杭州买一间铺面吗？杭州？咱在扬州才刚站稳脚跟，杭州寸土寸金，一间铺子少说300-500两。老刘，你别急，让他说。3个月前我在沈家时听到消息，朝廷要在江南设司知总事，最可能落在杭州。设总事？那杭州的地价岂不是要翻3倍？至少。少夫人，万一朝廷选了苏州？消息从京城传出来要1个月，从扬州到杭州快马加鞭3天。现在全扬州知道的人不超过3个，等满城都知道了，杭州的裤子就不是这个价了。你看我干嘛？我又不会算账。我们家
他说了算。老刘，备马，明天一早去杭州。这位娘子好眼力，这间铺子位置绝了，清波门外头一条街，开价500两。500两？300两。清波门外的铺子哪有低过450两的？里头2条街，离码头2里路，这里离码头不到1里。娘子对杭州挺熟的。300两，再加隔壁那间空着的，2间一起600两。您怎么知道隔壁也是同一个东家的？隔壁门板和这间用的一样的漆，褪色程度也一样，同一年修的。娘子眼睛太毒了，600两太低，东家那边我没法交代。您先交个定钱。现在就问，我在这儿等。东家说了，最低680两。少夫人，账上拢共180两现银，680两差太多了。这是扬州陆家绸缎庄的铺契，3间铺子，按市价值400两，我用其中1间抵这2间，80两现银，付定钱。娘子稍后，我再去跟东家说说。恭喜娘子，东家应了，2间铺子半月内交割完毕。少夫人，咱赌的是不是太大了？要是朝廷最后选了苏州，输了从头再来，赢了，扬州陆家就不只是扬州的了。少夫人，沈家那边来了人，二夫人请您明日回府一趟。什么事？来的人没说，只说请您务必回去。知道了，明天去。盐铁案，陆怀瑾，你到底在查什么？沈锦书，你二婶今日把你告到了祠堂，说你借着掌管陆家铺子之便，贪没沈家馆宫中的银子，你可认？不认。腊月初3，陆家铺子进了一批棉布，账上记的是50两，可我派人去问过那间织坊，人家说那批布只卖了35两，多出来的15两哪儿去了？15两银子呢，够寻常人家过半年的了，怪不得陆家那个烂摊子还能撑到现在。我早就说过了，庶出的丫头不能太出挑，心野了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二婶说的那批棉布是哪间织坊？城南周记。周记的棉布市价1两2分一匹，我买了30匹，应付36两。但年底布匹紧俏，周记加了1/4的节礼费，另外9两是运费和打点码头脚工的茶水钱。这是周记的出货单，这是码头脚工的收票，这是运货脚行的结单，每一笔都有签字画押，请三叔公过目。老二家的，这你怎么说？第一笔是我疏忽了，那第二笔呢？腊月15，陆家铺子修缮门面，账上记了30两，可那条街上的木匠没人接过陆家的活，这30两又去了哪里？30两修个门面，怕不是修到他自己荷包里去了。门面修缮花了12两，修缮期间铺子没法营业，我让伙计趁那几天去城外清库存、住店、吃饭、雇车，拢共8两，另外10两用来在铺子门口搭了个临时茶棚，茶棚净赚6两，30两，每一文都有去处。二婶要是觉得不对，现在就可以让人去街上问，若有一笔对不上，我沈锦如今天就跪在列祖列宗面前听凭处置。够了！二婶既然要查账，那不妨一起查清楚。这是沈家宫中过去3年的账目抄本，每一笔我都从旧档里誊了一份。去年3月，宫中账上支了100两，名目是修缮祠堂，但祠堂去年只换了3片瓦，花了不到2两，去了哪里？前年6月，名目是周记穷亲，可那一年沈家唯一来投饭的穷亲是远房表舅，只住了3天就被二婶打发走了，连路费都没给，50两。周记了谁？你这些账目是从哪里偷来的？私自抄入宫中账册是犯族规的大罪。账册是放在祠堂里的，祠堂的门是二婶你让开的，我进祠堂对账，顺手抄了一份，这算偷吗？你贪的每一文钱都在这本账上，你要我一笔一笔念，还是一笔一笔自己看？来人，送二夫人回院落歇息，没有我的准许，暂且不要出门走动。别得意。你先回去吧。少夫人，您连3年前的账都记得？账不会骗人。那二夫人那张脸，比我这脸还难看。
少夫人，那车是故意的。听说你今天把沈家祠堂翻了个底朝天。沈家祠堂外头有人想撞我，伤到哪儿了？没伤到，让开了。以后出门让老刘多带2个人。有些事等时候到了，我会告诉你。还好提前在杭州囤了铺子，这下赚得盆满钵满。杭州地价一夜翻了3倍，我没赶上。上个月陆家铺子的才去过杭州，你说会不会？他是不是早知道了？别人连风声都没摸着，他铺子都过完户了。上回暴雨囤伞布，你说人家是瞎冒碰死烙子，这回杭州囤铺子也是瞎冒，瞎冒能连着碰2回？杭州赚了，怎么还皱着眉？有人在做空扬州，粮价已经开始跌了。什么时候到的？今早，塞在铺子门缝里。没署名？没署名，但说的是真的。我让老刘去查了，3天前扬州粮价每吨2两，昨天降到1两8，今天早上已经到了1两6。有人在大量抛售存粮，压低市价。扬州有实力这么干的，不超过3家。不对，做空扬州不是为了赚差价，粮价压得再低，总归要涨回去。抛售存粮的人自己也在亏，除非他是故意要让扬州的粮商垮掉。有人在清场把小的粮商挤垮，然后一家独大，独占整个扬州市场。但要做空一整座城的粮价，光靠扬州本地的商号不够，背后一定有外来的引子。杭州刚设了司职总事，全江南的商人都盯着杭州，这时候做空扬州，时机卡得太准了。所有人都往东看的时候，有人在西边挖坑。你想怎么做？他们抛，我接。接？你账上有多少现银？杭州2间铺子抵押出去能带1000两，温泉大棚的菜还在出，第3批月底就能割，还能再进200两。1200两，去接一个不知道谁在做局的盘子，你胆子比我想的大。不是胆子大，是他们犯了一个错。他们抽空扬州，一定会同时做多另一座城，把扬州的粮价压下去，再把另一座城的粮价抬起来，两头赚。只要找出那座城，就能抢在他们前面。淮安是漕运中转，江南的粮北上，淮安是必经之路。如果扬州的粮价被压垮，淮安的粮价一定暴涨。淮安，少夫人，杭州铺子那边来了加急信，有人在打听您那2间铺子的出价，出价的人姓曹。姓曹？江南织造府的采买代办也姓曹，终于来了。谁来了？老刘，备马，我要去一趟钱庄。我跟你去。你去做什么？帮你拎银子。我媳妇儿要去钱庄带1000两，总得有个跟班撑场面吧？你放心，我就站旁边，不说话，光负责帅。走吧，带1200两。1200两，加上之前赚的，你手里现在能动的银子比扬州1半的商号都多。接下来打算怎么花？先去买粮。粮价又降了，这要降到什么时候，让不让人活了？我卖粮！淮安出了事儿，运河上游决了口子，淮安府淹了3个县，秋粮全泡了。淮安粮价今天涨到了4两，还在往上翻。运河决口，淮安受灾，粮道中断。全江南的粮商都会往淮安涌，而扬州能拿出大批存粮的人，老刘，把仓里囤的粮食清点一下，明天开始挂牌出粮，每时5两，不还价。少夫人，那封匿名信到底是谁送的？盐铁案。什么？那个花纹，我在陆怀金的书房里见过，夹在一本他不让我碰的书里。盐铁史、江南制造、户部主事，3个里头有1个是假的。这么晚了还没睡？在看账。这本册子你从哪里翻出来的？你书桌下面那格，抽屉没锁。看了多少？不多，够我知道你在查什么。你不该看。那辆想撞我的马车，灯笼上的花纹，和你册子里夹的另一张纸上的花纹一样。我差点被人撞死，你说我不该看？盐铁案是3年前的旧案，当时查出来的结果是
有人勾结盐商私吞盐税，但查到最后，主犯在狱中暴毙，关键证人一个个翻供，案子就草草结了。我一直在找当时漏掉的那本账，私吞的盐税总得有本账，谁拿了多少，分给了谁，每一笔都得记。你是什么人？现在还不能告诉你。安正在沈家祠堂，梁祝家侧，速去。今晚有人要去烧祠堂，叫老刘起来，多带2盏灯笼，我们去祠堂。六婆，你在烧什么？旧账，留着也没人看，不如烧了干净。谁的旧账？老刘，找把梯子。我来。赵家那本账，老身守了3年。3年前沈家一个老账房临死前交给老身的，他说舍不得烧，贪的人逍遥法外，老实人背黑锅，他咽不下那口气。老身等了3年，谁也没等来，只等来了你。这几页是沈家宫中被王氏挪走的银子，一笔一笔清清楚楚。锦书，你看了多少？赵世杰，够用了。那今晚你们就不能活着走出去了。赵兄，斗鸡你不行，抢东西你也差点意思。陆怀钦，你一个废物纨绔也配拦我？太子，是太子！3年前盐铁案查到最后断了线，证人翻供，主犯暴毙。我一直想不通谁有这本事，后来想明白了，能把手伸进刑部大牢的，一定跟那条线上有银钱往来。谢谢你，主兄。赵家商队夹带私盐，沈家分销，你打点官府，全在这儿。媳妇儿，我说过的，800两而已，你相公还得起。你是太子？你在我家铺子里啃了3个月的鸡腿，不止，还有你做的红烧肉。我把菜刀拍在你脸边上那天，你怎么不亮这枚印？怕你连太子都敢砍，那就不好收场了。这几本账我替他收着，等案子结了再还给六婆。走之前把欠条签了。我是太子，太子吃饭不用付钱。行，回来还你。京城到扬州快马加鞭也要半个月，我不在的时候别老熬夜算账，看多了眼睛疼。少夫人，少爷这一走得多久？2个月，铺子照常营业。老刘，收拾东西，明天一早去京城。去京城？少爷才刚走半天。他走他的，我走我的。我不会用刀，但去京城这一路应该带上防身。你也觉得不对劲？回来还你。他会回来的，他欠我3两6钱。少夫人，那几个人从渡口一路跟到现在，不紧不慢的，像是在等咱们出城。前面岔路口往东拐，走小路。小路绕远了。他们选在大路上动手，小路窄，马跑不开。陆家少夫人，哪位？曹帮淮安分堂的，有人出500两买你相公一条命，没蹲到太子，倒撞上了他媳妇儿，拿了你，不怕他不露面。你们别乱来，光天化日的，前不着村后不着田，方圆10里连个更夫都没有。娘子还会使刀？500两，买当朝太子的命，太便宜了，我给你1000两。曹帮接生意无非求财，500两3个人分，一人不到200两，够花半年。为1年的花销背上杀头的罪，这笔账不划算。1000两现银，扬州陆家铺子的柜上随时能取。你放我过去，你回去跟上家说没堵到人，2头上家的钱你白赚。大哥，他说的有道理，1000两比500两多1倍。你怎么保证到了京城不报官？我报官你们就跑，但以后不会再有人故意群拿钱不办事的人。反过来，
你们放我过去，我不报官。以后扬州陆家的货走漕运，全交给淮安分堂。1000两加每年的漕运生意，跟500两加杀头比，哪个划算？3天之内，银子送到淮安渡口。3天。少夫人，您真要给他们1000两？ 1000两买3个人反水，这笔账不亏。